我家这套房啊，没有阳台，赶上衣服洗得多或者是天气不好，晾晒就成了大难题。明装晾衣架觉得太丑太难看，装落地晾衣架，客人一进来看得满屋子都是，一点都不高级，所以只考虑换一个既能洗又能烘的洗衣机。洗烘套装看上眼的都得在万元以上，而且还没有办法解决双排水的问题。换个洗烘一体机呢，又觉得烘干容量小，衣物多的时候还得分批烘干，太麻烦了。就想买一个烘干容量大，价格又比洗烘套装亲民的洗衣机。经过我大量做功课入手了这台 TCL 双子仓洗烘护集成机 T10， 完美的解决了我之前所有的问题。先来说一下，当初我为什么会选择洗烘集成机呢？对比洗烘一体机和洗烘套装，它到底有什么区别？洗烘一体机它就是一台机器，既能洗又能烘，最大的优势就是节省空间。但缺点是普遍采用冷凝式烘干。冷凝式烘干的工作原理类似于吹风机，多件衣物在一起烘就容易出现叠加部分烘不透的情况，烘干后的衣物褶皱也比较多。个人觉得它比较适合预算不高，而且对烘干效果要求也不高的家庭使用。洗烘套装呢，大部分是采用热泵式烘干，效率高，更省电，衣物即烘即穿，但缺点就是价格普遍偏高。而且对安装有要求，基本是要求双排水，还需要预留2套电源，更适合烘干需求大还未装修入住的家庭，能准确的预留2套电源2个排水。那我选择洗烘集成机主要就是它是一体式的设计，不占空间，烘干效果和洗烘套装相比一点都不逊色。同样是热泵式烘干，烘干效率高，关键是它只需要1个排水1个电源。像我家这种情况也能安装，不怕装修难，使用更便捷。所以呢，洗烘集成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能满足烘干容量大的需求，而且无论是新房老房都适用，做不做阳台柜也都可以。我称我家这台双子仓 T10 洗衣机是一台宝藏神机，和大家看一看它到底强在哪。首先它是一体式设计，上下分区，洗衣、烘干、护衣一台就搞定了。而且配置了可视化的全彩大屏，一屏控制双筒，操作起来智能便捷。全灰色的机身也是很百搭，适用于各种家装风格。555毫米的超薄机身，大概也就是2张 A4 纸的宽度，即便是嵌入式的也不用担心它会凸出来一块。另外它上下同向开门，更加人性化，不像市面上的洗烘套装，上下门的打开方式是不一致的，用起来不仅别扭，而且容易磕碰。还值得一提的是，它搭载了全新热泵智能变温技术，50摄氏度的高温除菌，42摄氏度低温柔烘，高效节能的同时，避免了衣物损伤。洗涤衣物确保不缩水、不掉色、不变形，还配备了绒毛收集器，有效避免了洗衣过程中的2次污染。说了这么多，咱们来实测一下，看看它的洗烘能力到底怎么样。咱们先把沾到酱油和口红的白色 T 恤放置30分钟，然后丢进洗衣机，看看它的洗涤效果如何。不得不说，这个 1.1 洗净比去污能力还真的没话说，白 T 的污染位置全都看不到痕迹了。接下来咱们把2件洗好的衣物也放入洗衣机开始烘干。它的快速烘干只要25分钟，烘干之后拿出来看看效果。这2件上衣已经完全干了，几乎没有一点褶皱，衣服也很平整，直接穿就可以了。热泵式烘干确实给力，衣物的蓬松度、柔软度也是肉眼可见的。通过真实的使用体验来看，我家这台双子仓 T10 洗衣机真的是选对了，各方面性能都没得挑，颜值高，功能强大，单排水、单接电就能使用。更关键的是比洗烘套装价格也要实惠得多，4000多的价格绝对称得上是我心目中的国民洗衣机。如果你家也在纠结买哪种洗衣机好，并且要求烘干能力强、质价比高、适配度高，那么选择 TCL 双子仓洗烘护集成机 T10 准没错，趁着双11入手绝对不亏。家用电器是每个家庭离不开的刚需，选对了可以提高生活质量，选错了就会非常糟心，不是使用率低就是不好用，摆在家里吃灰占地方不说，还白白花了冤枉钱。本期小东结合网友们的真实反馈，给大家分享5种跌下神坛的家用电器，或许淡出中国家庭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劝你别再踩坑了。直冷冰箱。现在市场上的直冷冰箱款式越来越少了，几乎到了被淘汰的边缘。要说价格便宜，故障率低确实是它的优势，但大家目前买冰箱的基本需求至少要容量够大，制冷效果要好。说到直冷冰箱，
因为技术原因所致，只能做到300升以下的容量。此外，制冷效果也不佳，易结冰霜，食物串味是它最大的硬伤。显然，根本无法满足家庭使用需求，所以才会被制冷技术更先进、容量更大的风冷冰箱所取代。未来被市场淘汰也在情理之中。当然，如果你是出租房或是临时过渡使用，考虑性价比的话，那么购买制冷冰箱还是个不错的选择。网友真实反馈，网友艾特臭臭的妈妈，当初买冰箱的时候也不懂，就觉得价格挺实惠的，就无脑搬回家了，结果用上才知道是制冷的。现在每年都要清理好几次厚厚的冰箱，一不留神还把制冷管弄坏了。哎，网友艾特皮皮，你的猫不在家，千万别买制冷冰箱。不管你调哪个档位，都一样结霜，手动除霜超级麻烦。2. 侧吸式烟机，说实话，侧吸式烟机跌下神坛，没当初那么受欢迎了，我一点都不意外。虽说与传统的顶吸式烟机相比，它的吸油烟效果更好，还有油烟不过脸、不碰头等优势，但它自身的缺点也是比较突出的。抛开价格不谈，它在美观度方面就不如顶吸式，整个烟机暴露在外，不仅显压抑，而且还十分占地方。此外，显脏不好清洁也是它逃不掉的弊端，一顿饭下来，烟机上面就满是油渍。还有，虽然吸烟效率高，但同时也带来噪音大的问题。另外，让大家诟病最多的地方就是对大锅具很不友好，3、4层的大蒸锅，因为高度限制根本不能用，所以这些实打实的缺点也注定它始终不能成为烟机行业的主流产品。未来不做产品优化的话，终将被后来居上的集成灶和顶侧双吸烟机所取代。网友真实反馈，网友艾特啊，兔纸啊，谁说侧吸式烟机好用？我第一个反对，家里最不满意的电器就是它，简直反人类设计。炒菜时盖板打开，完全挡住视线，不打开盖板，整个厨房都是油腻腻的，太影响做饭体验了。3. 零冷水热水器，什么是零冷水？说白了，就是搭载冷凝水技术的燃气热水器，可以实现0秒出热水，不用等待。所以大家选择零冷水热水器的理由也很简单，就是为了享受，但实际体验后却发现很糟糕，水压不稳，恒温性差，水量小的可怜，这些缺点真的很难让人产生好感。此外，还有费用问题，虽说冷凝水是做到了，但后期的燃气费却高得可怕，真心不划算。还有热水器反复启停，噪音大，睡不着觉，这些明显的弊端，最终也让消费者回归现实，不再盲目跟风购买。网友真实反馈，网友艾特芒果7分天，我感觉户型150以下的真心没必要装，比起浪费燃气和浪费水，自己想想也知道哪个更划算。像我家120平方，卫生间等个10几秒就出热水，冬天都没开过这个功能，所以零冷水热水器劝大家真的要酌情选择。4. 洗烘一体机，多花个300-500就能买到一台能洗能烘且十分节省空间的洗衣机，你会不会心动？洗烘一体机就是凭借这一高性价比优势，很快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它自身的缺点就暴露出来，被越来越多的用户吐槽使用体验感太差了。就比如它的烘干容量一般只有洗涤容量的1半左右，这就导致洗一次衣服还要分多次烘干，烘干效率低不说，耗时还长。此外，冷凝式烘干效果也不尽人意，烘干后的衣服都是皱巴巴的。还有多数洗烘一体机都是没有绒毛过滤装置，这就导致每次运行完，它的胶圈上全是毛絮，不及时清理会发臭，还会造成衣物2次污染。网友真实反馈，网友艾特3中体育伟人，我家买的就是洗烘一体机，现在后悔死了。冷凝烘干温度高，烘干用的水比洗衣服用的都多，时间还超长，没有绒毛过滤，用不了几次洗衣机脏的就不行，风到也会臭。5. 激光电视，我真的很好奇，现在还有人去选择激光电视是处于什么理由？要说是为了追求大屏幕带来的影音效果，大屏液晶电视和投影仪同样能做到。要说性价比方面，那更是没法比。市场上的100寸的激光电视动辄售价2-3万，而现在的98寸液晶电视不过1万元左右，100寸的投影仪买个品牌的也才4-5千块。如果说是为了观影效果，那更是无稽之谈。激光电视本质上还是投影仪，只不过更高端一点而已。因此，投影仪的弊端它一样也不少，亮度低、抗光性差，这些很明显的缺点还被无良厂家说成了护眼，清晰度更是拉胯。你敢想象卖几万块的产品连 4K 分辨率都达不到，到底是不是智商税？我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网友真实反馈，网友艾特大黄蜂，我是卖家电的，说句良心话，
大屏液晶无论是价格、画质还是环境光照，以及无机械风扇噪声、无发射光影折射，是全面碾压激光电视和投影仪的。网友再见理想，激光电视本质还是投影仪，投影仪最重要的参数是什么？对比度啊，随便一个电视都比投影仪要好，电影院的也不例外。再说尺寸，激光电视普遍在100到120寸之间，反观现在100寸的液晶电视也随处可见了。激光电视的大屏优势毫无意义，还不如普通投影仪，至少满足价格便宜，还满足了大的需求。以上5种电器虽红极一时，但终究还是没逃过被时代淘汰，不管是技术发展所致，还是自身缺点太突出。总之，希望大家在购买家电时要懂得取舍，不花一分冤枉钱。瓷砖是家庭装修中的刚需主材之一，它不仅会影响整体的装修效果，而且入住后的居住体验也和它息息相关。正因如此，很多家庭都很舍得在这上面投入。但实话实说，从瓷砖选购到铺贴完工，几乎没有完全满意的。不是因为颜色材质没选对导致翻车的，就是多花了冤枉钱，当了冤大头。这一期小东就结合网友们的一些真实装修案例，给大家总结出瓷砖7不买原则，希望你看完能做到心中有数，避免踩坑。1. 采光差不买深色砖。近些年，深色砖几乎成了高档装修的代名词，但现实中踩坑的不在少数，特别是所谓的高级灰，采光差的户型很难驾驭。网友反馈77的日常生活，姐妹们，采光不好的千万不要用深灰色地砖，我家铺完肠子都悔青了，整天面对黑布隆冬的家，心情都不好了，整啥都不对劲，烦得很。网友金宝贝妈妈在店里看的深色砖，高级又大气，但铺到家里傻眼了，房间显暗又压抑，白天不开灯根本不行。听劝，采光差千万别选深色砖。2. 无主灯不买亮光砖。无主灯设计大气又有氛围感，很适合大平层和极简装修风格。如果你家考虑做无主灯，切记要避开亮光瓷砖，否则就是大型翻车现场。网友反馈康仔妈咪，我家就是无主灯设计加亮面瓷砖翻车了，铺完的效果神似水帘洞，装完试灯时才发现问题，灯光照在瓷砖上，反射到天花板，形成一条条的水波纹，好郁闷。网友爱搬砖的小姐姐，家人们猜坑了，选了最流行的无主灯，看着效果还是不错的，可是开灯后彻底傻眼了，灯光反射全部照射在天花板上了，晃得我眼睛都要瞎了。无主灯真的不能搭配亮光砖呀。3. 小户型不买大尺寸地砖。瓷砖的尺寸越大，砖缝越少，铺完的效果越大气，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反过来说，自身价格贵，铺贴成本高，损耗大，也是它逃不掉的弊端。因此，瓷砖尺寸一定要根据实际户型来选，特别是户型小的，盲目跟风大尺寸地砖，不仅出不来效果，还会导致多花冤枉钱。网友反馈爱上下雨天踩大坑了，全屋大板地砖通铺翻车了，选的750乘以1500的大地砖，花费了1万多块钱，铺完就这个样子。可能是我家户型小的缘故，客厅赶着都是小边条，卧室进门处切的也都是小条条，真的太丑了。铺装完后悔的房子都不想要了。网友一颗草莓，小户型真的不适合铺大尺寸地砖，钱没少花不说，效果还不尽人意。我家的这个小边条真的是越看越难受。4. 预算低不买木纹砖。这几年随着奶油风、原木风的盛行，也带火了木纹砖。突出的优点就是耐造、易打理，同时还有木地板的温馨效果。但市面上价格太低的木纹砖几乎都有平整度不过关的通病，不是两边凹就是中间翘。此外，一般还要搭配哑光美缝剂或者环氧彩砂才能出效果，因此预算不高的就别强上木纹砖了。网友反馈莫丽丽的家31块的木纹砖翻车了，客厅好几处边角不平，好担心后期磕碰。我家瓦工断续铺了1个来月，结果还是这样，找他返工就说是砖的质量问题，他也没办法，真的好无奈。网友小田不天，当初不懂，我家这个木纹砖是圆边的，圆边就是不平的，但价格便宜，铺完就是缝隙大小不一，高低不平，师傅也说是瓷砖的问题，都铺完了，再说什么也没用了。5. 仿大理石砖不买单板面或非连纹砖。什么是仿大理石砖？说简单一点，就是模仿天然大理石纹理的瓷砖，其特点是纹理自然且大气逼真。比如近些年比较流行的鱼肚白、爵士白等花色，都是仿大理石砖的一种。但选这类瓷砖，不管是用于墙面还地面，一定不要选单一板面，
或是非连纹砖，否则铺贴完的效果就是花纹重复且呆板不连贯，妥妥的翻车现场。网友反馈李大拍，我家卫生间选的鱼肚白花纹瓷砖翻车了，实在忍不住发出来吐槽一下。每一块砖的花纹都是整整齐齐一模一样的，看起来像公共厕所一样，丑的要死。网友小熊抠肚脐，心塞，我家厨房选的绝世白墙砖翻车了。买瓷砖的时候单看1、2片还挺好，没想到大面积铺完才发现只有2个花纹，而且还不连纹，怎么铺怎么丑，真难为师傅了。6. 厨卫不买哑光砖。哑光砖的特点是耐磨、防滑，而且质感突出，所以很多家庭都把它作为卫生间装修的第一选择。但哑光砖表面通常都是凹凸不平的，会有细微的颗粒感，这就导致它容易藏污纳垢，不好清洁。因此，如果你是有洁癖的人群，要慎选哑光砖。网友反馈可不可得。我家卫生间就哑光砖，天天拖地，它也很脏，有一点水渍就看得特别明显，真的烦死了。网友仙玉血拼了，哑光砖好看是好看，但真的是巨难打理，但凡有一点脏，遇上水就是一片狼藉，真的很头疼。奉劝大家千万别装哑光砖。7. 再省钱也不买杂牌砖。千万不要相信网上一些为了流量的装修博主说什么瓷砖没必要买品牌的，没必要买贵的这类的鬼话。事实上，杂牌瓷砖之所以没能成为品牌，就是因为产品品控和质量均不达标，比如瓷砖的平整度、抗污性、渗色率以及色差这些硬性指标。但如果你不是专业人士，很难通过肉眼来辨别瓷砖的好坏。如果只是图省钱，去盲目选择杂牌瓷砖，铺装完才发现瓷砖崩瓷、磨损、色差严重，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因此，瓷砖建议首选大品牌的，虽然价格会略高一点，但起码产品质量和品控都有保障。这也大大减少了踩坑的几率。结合上面的瓷砖7不买原则的避坑点，最后再来给大家做一下全面总结。采光差的不买深色砖，建议选浅色或中性色。无主灯不买亮光砖，建议选柔光或哑光砖。小户型不买大尺寸地砖，建议首选800×800常规尺寸。预算低不买木纹砖，实在喜欢也建议选择品牌或大厂的砖。仿大理石砖不买单板面或非连纹砖，建议选择至少4至6个板面的。厨卫不买哑光砖，建议选择更易打理的亮光防滑砖。再省钱不买杂牌砖，建议选择品牌瓷砖，质量可靠，售后有保障。好了，以上就是关于选购瓷砖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对您在挑选瓷时有所帮助。装修是该省的省，该花的花，为啥同样的东西你买的比我贵，质量还没我的好呢？那是因为你不会网购，有些东西只要换个名字搜索，省出买家电的钱，准定没毛病。本期小东就给大家分享一些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信息差，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收藏，早晚会用得上。1. 买4件套。你要搜南通4件套，床上用品4件套，你去实体店买少说也得大几百。南通家纺4件套，那里是源头工厂，他们有特别成熟的4件套产业链，不仅款式多，而且做工精良，样式新颖，关键是价格简直太卷了，一件4件套的价格都抵不过一件 T 恤的钱，这么高的性价比真的不要太划算。2. 买沙发。你要搜佛山、东莞沙发，买沙发想省钱就要找到根源，这2个地方是国内沙发最大的生产地，所以最大的优势是款式多，价格还便宜。比如3人位的奶油风沙发，价格才900多，想要又便宜又舒适的，就搜云朵沙发，堪称懒人福音，3人位的才600多。户型小的想买沙发床，就搜折叠沙发床，拉开能睡2个人，下面还带储物柜，实用又百搭。如果想要又便宜又好看的豆腐块沙发，可以搜高密度海绵垫，10公分厚的才80多，5公分厚的才40多，再去买个沙发垫，一套下来300-400就搞定了。3. 买灯具。你要搜广东中山某品牌灯具，买装饰灯具，是不是都告诉你搜广东中山灯具？没错，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灯具批发城，很多线下实体店也是在这里拿货，灯具确实很便宜。但是现在很多杂牌灯具品牌也把标题换成了中山灯具，你买到家到货一看，好家伙，产地不是山东的就是河北的，这不纯纯的当了冤大头吗？所以想要不翻车，咱就在灯具的主流品牌里选，比如欧普、雷士、飞利浦、松下、佛山照明、三雄极光。记住，想省钱，你买最普通的吸顶灯，灯具款式越简单，价格就越低。4. 买窗帘。你要搜柯桥窗帘，记住，网购窗帘发货地一定要认准绍兴、柯桥，
这地方是窗帘的源头工厂，产品不仅质量好，而且全是批发价。有些人可能会担心网购窗帘的色差问题，我随机问了几个商家，都是可以免费邮寄布料小样的。还想再省钱的，可以直接搜民宿窗帘或出租屋窗帘，2米乘2米的尺寸，才40-50块。觉得安装麻烦的，可以买免打孔伸缩杆的，安装简单且牢固。5. 买实木餐桌，你要搜松木桌板或实木板。如果你直接搜实木餐桌，少说也得3-4千块一张，但同样是1米2乘60的尺寸，5公分厚度的松木桌板才300-400一张，尺寸、颜色、款式都可以自由选择。4个实木桌腿才180块，这一套下来500以内搞定了，是不是比你直接买实体餐桌划算太多了？不喜欢实木桌腿的，你就搜铁艺桌脚，也是这个价格。当然了，想要上点档次的，可以把松木换成白蜡木、樱桃木、胡桃木，把桌脚换成亚克力的，现在流行的悬空款实木餐桌，这不就搞定了吗？6. 买茶几，你要搜你想要的款式或材质。首先，客厅户型不大，千万不要买那种方形大茶几，又占地方又笨重，直接 pass 掉。家里做奶油风的，你就搜马提尼茶几，造型圆润，占地小，一大一小才300-400，还是碳钢材质，不用担心甲醛，摆在客厅中间，时尚又百搭。喜欢现代风的，你就搜岩板茶几，下面带储物柜的，一套下来才200-300块。喜欢方形茶几的，要搜简约茶几，那种大理石纹理的，便宜的180块就能买到，还想再便宜的也有，你就搜民宿风茶几或日式小茶几，上下2层的才40-50块，还能当小餐桌用。7. 买床，你要搜民宿床和布艺床。买床，你要直接搜双人床，动不动就4-5千，特别是在平台首页的，那都是商家的必争之地，投的广告费比你1年的工资还高。如果你去搜民宿床和布艺床，这么说吧，床头带软包，再加床垫加床头柜，给你免费送货到家，才700-800块。这价格真的是实体店进货价，还要再打个对折。不想要软包床头的，还可以搜实体床，经济型床300-400的价格，经济又实用。如果再想便宜，还可以搜铁艺床，实木排骨架200-300也可以搞定。8. 买木地板，你要搜南浔地板。很多人不知道，湖州南浔这个地方是制造实木地板产业链，国内比较知名的木地板品牌，比如九盛、天格、世友的工厂也是在这里。尤其是纯实木地板，市场上流通70%的产品都是来自南浔的，所以也被称为国内的木地板之都。不管是纯实木地板，还是实木复合地板，或是实木踢脚线，认准南浔就对了。不仅木材种类选择多，而且产品质量优良，关键是比你去实体店买，价格至少省1半。所以说，不是东西贵，是你没找到。除了上述这些装修必备主材，还有一些软装、辅材、小家电，只要加上搜索关键词，它只需要1/3的价格。比如天津地毯、大芬村油画、顺德小家电、潮州餐具，有需求的抓紧入手，不然商家就涨价了。对于装修业主来说，装修一套房子最担心什么？其实在我看来，不是怕过时，而是怕踩坑。小东在装修行业做了10几年，服务过上百个业主，看过无数装修案例，对于装修中哪些是坑，哪些可以借鉴，都是心知肚明的。本期我就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如果我给自己装房子，一定坚持这8步装，不想踩坑和多花冤枉钱的，建议你耐心看完。1. 不装深色瓷砖，别轻易相信，铺深色瓷砖高级又显档次。事实上，深色瓷砖很挑户型，如果你家面积小，或是采光不好的户型，盲目跟风深色瓷砖，翻车是必然的结果。如果我给自己家装修，我一定不会选择深色亮光砖，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深色瓷砖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耐脏，特别是亮光的，但凡有点水渍和灰尘都看得特别明显。第二，深色瓷砖铺完的真实效果是显暗又压抑，天气不好的时候真的是乌漆麻黑的，大白天的也得开灯。第三，深色亮光砖还存在反光问题，一开灯反射到天花板的灯光不要太刺眼。综上，如果不想家里住着压抑，建议选择中灰或浅灰。如果做无主灯，建议选择柔光或哑光面地砖，避免反光问题。2. 长虹玻璃门不装单层。这些年，金属玻璃门几乎成了卫生间门的标配。相比于传统木门，不仅防潮稳定性高，而且自带高级感，还具备一定的通透性，所以自然成为了每个家庭的首选。但我发现现实中踩坑长虹玻璃门也不在少数。首先，颜色翻车就不多说了，因为不懂没有选超白长虹玻璃，
而是选了商家默认的普白，结果颜色泛绿光，又丑又显廉价。其次就是踩坑单层玻璃的坑，虽然单层玻璃的通透性好，但隐私性会大打折扣。上个卫生间外边都看得一清二楚，特别尴尬。还有自认为长虹玻璃门很高级，结果家家都一样，显得装修很没特色。因此我更建议大家选择灰欧纱玻璃门，质感上会比长虹玻璃更高级。记住，装双层带磨砂的，增加卫生间的隐私性。3. 不装悬空电视柜。这2年鼓吹做悬空电视柜的风很大，什么简约大气，好看又高级，地面卫生又好打理，纵使施工成本高，价格贵也没能阻挡大家选择它的决心。但是很多装过悬空电视柜的，入住1年后基本都后悔了。悬空柜下坠、变形、墙体离缝、乳胶漆开裂，这些实实在在的缺点尽数显现。所以如果我给自己家装房子，一定不会装悬空电视柜，我就老老实实的做落地电视柜。在实用和好看面前，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再者说，落地式电视柜颜值也不差，没有下坠、变形的安全隐患，而且同样没有卫生死角。关键是不要做钢架结构支撑，施工难度小，成本造价也便宜。4. 不装吊轨推拉门。厨房吊轨门是传统地轨门的升级版，不仅颜值高，而且地面无轨道，也省去打理卫生的烦恼。另外，出入也不用担心老人和孩子会被绊倒，所以这些年更受业主欢迎，也在常理之中。但是如果我给自己家装房子，我不会选择装吊轨推拉门。你可能会好奇是什么原因？其一，吊轨门密封性差，因为吊轨门是悬挂式设计，因此它的密封性并不好，炒菜时会有油烟外漏的情况，而且隔音性也不好。其二，稳定性不如地轨门，因为自身重量的原因，推拉时会出现晃动不稳的情况。其三，耐用性不行，因为它是靠顶部的轨道和滑轮来实现开关门，对零件的损耗特别大，时间一长就会出现卡顿和推拉不顺畅的情况，而且维修率也高。当然，地轨推拉门也不是完美的，但就实用和稳定性来说，都要优于吊轨门。5. 不装岩板一体盆。装过上百套房子，我发现家里装岩板一体盆的大多数不是因为需求，而是纯属跟风，就觉得它好看，颜值高，装修有档次，结果入住1年后苦不堪言。假如我给自己家装房子，卫生间洗漱柜一定不装岩板一体盆，原因也很简单。首先，卫生超级不好打理，岩板拼接的地方会有缝隙，这就导致藏污纳垢，滋生细菌是避免不了的。其次，实用性也差，台盆底部没有弧度，这就导致它下水慢，经常出现积水情况。另外，台盆浅还会出现洗漱溅水问题，关键是还有安全隐患。试想一下，岩板拼接处都是打胶水固定的，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下，必然会有开胶甚至脱落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选择陶瓷一体盆，性价比高是一方面，关键是打理省心，还不用担心有掉落的风险。6. 不装肤感膜柜门。如果我给自己家装房子，不管是厨房的橱柜还是卧室的衣柜，柜门我都不会用肤感膜材质。别看它质感突出，高级感满满，摸上去也是光滑细腻的，但它不耐脏，显指纹也是真的，就这一个致命缺点，就给我劝退了。现实中也看过太多朋友抱怨说，当初是脑子进水了才会选择肤感膜，装之前有多心动，入住后打扫卫生就有多崩溃，尤其是用在厨房这些油污重的地方，那更是灾难现场。所以不想踩坑的就老老实实做光面柜门，虽说也有不耐滑的缺陷，但贵在一清洁，而且档次也够，同样也很美。7. 衣柜不装玻璃门。除了肤感膜柜门外，还有颜值在线、高级范十足的衣柜玻璃门，我也不建议装。我承认，玻璃柜门有它不可取代的优点，比如视觉上更加通透，配合氛围灯带，看上去温馨又高级。透明的大玻璃，展示性也强，所有的衣物一目了然。但如果隶属它的缺点，也是一大堆。玻璃面材质易留水渍和指纹，不好擦。其次，衣柜东西太多就会显乱，整体颜值下降，所以就需要花大量时间去整理。另外，玻璃还有怕撞击、怕磕碰、易炸、易碎的风险。综上原因，不建议大家装玻璃门衣柜。居家过日子还是要以实用性为主，选择普通平开门，不仅价格便宜，而且好擦不怕碰，关键是隐私性强，内部衣物可以随意摆放。8. 不装金刚网纱窗。虽然标准的金刚网纱窗自身的优点很多，比如结实、耐用、防盗系数高等等，但如果我给自己家装房子，我坚决不选老式的金刚网纱窗，因为装过和用过的人就没几个不后悔的。主要是它自身的缺陷也太过明显，比如以下这几方面确实很难让人能接受。弊端1，防不住蚊虫。
很多人吐槽，家里明明装了纱窗，但一到夏天还到处是小飞虫。究其原因才发现，是因为金刚网网孔太大，导致防不住小型蚊虫。弊端2，挡风又遮光。老式金刚网线径太粗，虽然结实，但也导致它密不透风。一部分业主也抱怨，装了金刚网纱窗，家里暗无天日的。弊端3，太难清洁。这种老式金刚网纱窗，积灰挂毛絮情况严重，太难清理了。即便是用专业的毛刷，也很难打理彻底。所以说，除非你家是1楼，为了防盗、防老鼠入侵，否则真心不建议装金刚网纱窗。反观高透网纱窗，不仅透光、透风，又透气，而且孔眼细，不钻小飞虫。虽然不如金刚网硬，但一般抵御也是没问题的。对于前置过滤器是不是智商税，有必要安装吗？这个争议性的话题，小东前段时间出了一期视频，给粉丝朋友们做了全面解答。通过播放数据来看，说明大家对前置过滤器是非常感兴趣的。结合大家比较关心的前置过滤器选购问题，我们在电商平台选了6款热门产品，售价结合前置过滤器的选购要点，通过各项性能实际参数来对比一下哪一款比较优秀。首先看一下过滤精度，精度太高容易堵塞，精度太低不能保证过滤效果。行业公认40微米最佳，所以建议优先选择40微米的精度。那目前6款产品均为40微米，最重要的是还得看它们的拦截率。从数据上显示，伟星的是 82%， 美的的是 91%， 宾特尔 91.5%， 霍尼韦尔 97.6%， BK 98.2%。让我比较吃惊的是，价格最贵的 Como 竟然只有 80%。显而易见，40微米精度拦截率在 98% 以上为优秀。第2，出水流量，主要影响水压和水量速度。一般出水流量达到每小时4吨到6吨就足够满足使用了。美的、宾特尔、霍尼韦尔、BK 都是6吨每小时，伟星和 Como 为4吨每小时。虽然6款产品均满足日常使用，但是考虑前置用久了会有损耗。而且如果是老破小或者是高层住宅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建议优先选择大通量的。3、材质工艺，前置过滤器的材质主要是看滤网、铜头和外层滤屏材质。目前几款产品都是采用316不锈钢滤网，差别不大，主要区别就是在铜头和滤屏材质。铜头有低铅铜和隔铅镀膜铜口，还有 PPR 材质和 POM 材质一体式隔铅工艺这4种。建议选择隔铅工艺，安全性更高。滤屏建议选择奶瓶级别，不含双酚 A。我们看一下这6款产品，伟星、宾特尔、霍尼韦尔、BK 都是隔铅工艺。霍尼韦尔采用的是 POM 隔铅工艺，这种材质和水接触时间长了会变软变形，所以呢还是选择 PPR 材质比较优质。宾特尔的镀膜铜口说是隔铅膜，但是实际上还有可能造成2次污染。Como 和美的都是无铅环保铜，无铅铜一般是59或者是62，美的 BH63 这个铅含量高，可能会有重金属的析出。Como、美的、宾特尔、霍尼韦尔、BK 都是用了不含双酚 A 的滤屏。4、安装方式，目前分为定向和万向2种，两者的区别就是定向只能一个方向固定安装，对安装空间要求比较高，而万向支持多角度安装，空间灵活性高。这6款产品只有美的的护卫键和 BK 可以多角度安装。万向型只有一个标准，就是阀头可以根据安装轨道进行360度的调节，始终保持机身垂直地面，而不像美的这种机身自己旋转适应管道，这样无法保持机身垂直，而且容易在底部堆积泥沙，清洗排污效果也不好。5、冲洗方式，目前冲洗方式主要有直冲、反冲和虹吸3种。直冲效果一般，容易造成滤网堵塞；反冲效果好一点，但是对水压影响厉害；虹吸对水压影响小，效果也是最好的。6款产品，伟星采用360度旋转反喷洗，但是无刮条。Como 虽然是智能冲洗，但是单面刮擦还需要手动，设计不合理。美的的反冲式结构可能会对水压有影响。宾特尔、霍尼韦尔、BK 都是多种冲洗组合方式，比较推荐。6、附加功能，真正实用的就是实时水压和防冻防爆。前者可以检测水压和记忆冲洗时间，后者是保证前者过滤器使用安全性。其中宾特尔、BK 都是有实时水压监测的。那6款产品呢，都具有防爆防冻功能。最后对几款产品的不足之处做一下总结。
显然 DK 任意装这款前置过滤器，无论是从拦截率、通量、反冲洗、安装方式，还是附加功能等细节方面，综合得分都是最高的，1000元以内价格，推荐大家可以放心冲。